这座豪宅里没有鬼，却比鬼更可怕。这是丹佛斯太太。你好，您好。新婚少女嫁入豪门，却发现丈夫死去前妻的婚纱、香水甚至梳子全被原封不动保留。而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女管家，每晚都在她床头低语：“你永远比不上老爷死去的前妻。”希区柯克用这部电影告诉你，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小三，而是死人。我们故事里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女主，此刻正被海风吹乱的不只是裙角，还有她即将被撕碎的童话滤镜。当女主误闯德温特的私人牧场，尖叫着阻止对方跳海时，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德温特转身时的暴怒眼神，早已为这段关系埋下致命伏笔。就像所有看似偶然的豪门邂逅，背后都藏着精准的狩猎攻势。女主的身份是贵妇范太太的贴身陪侍，说白了就是个高级跟班，每天被贵妇使唤来使唤去，还要忍受对方的冷嘲热讽。女主天真善良，日子过得憋屈，却从没想过反抗。直到这次陪范太太出门度假，她又撞上了德温特。你在德温特先生面前太放肆了，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你的插话妨碍了我。这位被贵妇当狗使唤的灰姑娘，在权贵眼里不过是件移动家具。当德温特端着下午茶突然示好时，不是王子垂青，而是猎食者嗅到了完美猎物。我们的女主没家世，没主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可不就是豪门最需要的安全选项？下午德温特带她去画画，两人聊得火热。可当话题触及去年这片海域的溺亡事件时，德温特突然煞白的脸色比海浪更冰冷，所有温情戛然而止。因为去年同片海域溺亡的正是德温特的妻子丽贝卡。记住这个死亡伏笔，后面要考。而我们的傻姑娘还在纠结永记好坏，殊不知自己正踩进精心布置的叙事陷阱。德温特开始频繁出现在女主的视线里，送来的玫瑰却带着荆棘，暗指她乖巧听话，和别的女人都不一样。而阶级差异像一道隐形栅栏，让女主忐忑不安。当范太太准备带她远赴纽约时，女主攥着行李箱的手在发抖。她拖延的每一分钟都在赌那个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是否会为蝼蚁停留。范太太行李箱都打包好了，女主还在用等熨斗量了这种烂借口拖延。女主心里其实有无数顾虑，自己不是上流社会的人，配不上她的曼德利庄园，更别提融入那个高高在上的圈子。可她太爱德温特了，爱到连自尊都可以不要。最后她一咬牙跑去了德温特的住处。这可不是什么纯爱名场面，而是猎物主动走进牢笼的经典时刻。当德温特说出跟我结婚回曼德利庄园时，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需要个活体镇魂符。所以这根本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场精心策划的驱魔仪式。德温特要的从来不是妻子，而是能镇压亡妻丽贝卡亡魂的人形道具。那些看似浪漫的午后约会，突如其来的求婚，不过是给替身新娘戴上的镣铐。而女主被感动了，脑子一热决定嫁给他，成了德温特太太，也成了曼德利庄园的新女主人。当曼德利庄园的雨幕吞没婚车，这场跨越阶级的爱情童话终于撕开血淋淋的真相。女主跟着德温特一踏进曼德利庄园，新娘的行李箱还滴着雨水，仆人们鞠躬的弧度却精准复制着5年前迎接上任女主人丽贝卡的场景。这地方豪华得让女主腿软，一屋子仆人盯着她看，还有个气场2.8米的管家丹弗斯夫人，那眼神像在看一只闯进豪宅的野猫。女主本来就怯懦，这下更像个局外人，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而庄园里的一切都像被前任女主人丽贝卡下了咒，家具上刻着她的名字缩写，走廊上挂着她的肖像画，那张脸笑得像在嘲讽。女主晚上睡觉，梦里全是画中人那讥笑的眼神，吓得一身冷汗。更过分的是，丹弗斯这管家3天2头提起丽贝卡有多完美，说她活着时曼德利庄园才叫一个家。现在呢，女主连站的地方都找不到，这庄园每个角落都藏着丽贝卡的影子，绣着她名字的手帕，随手一摸就是她的痕迹。还有那间不敢进但能看见海的房间，全按她的习惯布置，连狗都只认前主人丽贝卡的哨声。女主每天活得像个小偷，
偷来的身份，偷来的男人，连空气都像在提醒他，你不属于这儿。德文特回到庄园后，忙得脚不沾地。两人吃饭时，餐桌常得像跑道，喊一声都得用扩音器，哪还有什么新婚的甜蜜？女主本来就自卑，这日子一长，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她开始怀疑自己呼吸都是错的，直到她失手打碎写有丽贝卡名字的水晶摆件，却把碎片藏进抽屉那一刻，这场心理绞杀初见成效。不久，德文特的姐姐来补刀了。这位行走的前妻百科张口闭口都是丽贝卡多会持家，丽贝卡会用法语点酒，用意大利语和花匠讨论玫瑰嫁接，每句话都是往现任心脏钉入一枚钢钉。毕竟女主连丈夫早餐要喝西兰红茶都不知道。临走前，姐姐还贴心提醒，管家丹弗斯可是把丽贝卡当亲闺女疼，他那态度不是针对你，他就是丽贝卡的头号粉丝，觉得除了他没人配得上这庄园。姐姐还告诉了女主，德文特喜欢女人穿性感的衣物，她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可以增加感情。当姐姐离开曼德利庄园，新婚丈夫终于有时间陪女主漫步海岸线。本该是蜜月般的场景，却因那只发疯的狗变得诡异。狗狂奔至废弃小屋前，德文特的脸色顿时变得跟见了鬼一样，而门缝里钻出的流浪汉一语道破天机，这是丽贝卡的狗。女主进去一看，屋子里满是蜘蛛网，像是多年没人住。她找狗时眼角瞟到躺椅上那条毯子，上面还绣着丽贝卡的名字，这活脱脱就是前任记忆的活体标本馆。女主终于看清自己在这场婚姻里的位置，她始终在与丈夫亡妻的影子跳双人舞。她心里一沉，牵着狗出来一看，德文特早没影了。她愣在原地，完全搞不懂自己又哪招他了。找到德文特后，他那句我恨这个地方才是重点。其实婚姻里不怕前任有遗物，就怕丈夫把遗物当文物对待。女主越想越憋屈，干脆按姐姐提过的德文特喜好定做衣服，弄新发型。当她换上德文特最爱的丝绸长裙，烫卷发梢时，镜中人却像个笨拙的模仿者。观众此刻才惊觉，那些蜜月录像里的甜蜜对视，不过是新夫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这时仆人跑来打断，说是丹弗斯跟人吵起来了，有人偷了丽贝卡的爱神摆件。女主一听，心跳到嗓子眼，她想起了自己砸碎的那件东西。人都走了，她才敢跟德文特坦白。结果这男人一脸懵，你好歹是女主人，一件摆件而已，至于怕成这样？女主憋不住了，终于爆发。她说自己敏感又胆小，却死心塌地爱他。可这日子过得太煎熬，要适应这鬼地方，还要讨他欢心，稍微喘口气都难。当德文特怒吼我们不该回曼德利庄园时，观众终于读懂他的矛盾，既渴望新夫人驱散亡妻阴霾，又害怕她揭开丽贝卡死亡真相。这座庄园里，爱情是最奢侈的易碎品。当女主试图擦拭灰尘时，却发现连指纹都印着丽贝卡的名字。女主终于明白，要赢得这场婚姻战争，不是成为更完美的丽贝卡，而是亲手埋葬所有与丽贝卡的比较。当客厅传来陌生男人的笑声时，我们的傻白甜女主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推开一扇装满炸药的门。那个叫杰克的男人像猫逗老鼠，说自己是丽贝卡的表哥。这个能让看门狗摇尾巴的陌生人，看样子才是真正的救主。临走时，丹弗斯那句别告诉德文特他来过才是重点。在曼德利庄园，活人的秘密永远盖不过死人的档案。这个婚姻里突然出现的表哥，多半是前任的关系锚点，连狗都对杰克摇尾巴，畜生都比人先嗅到秘密。但我们的女主还在纠结西边的丽贝卡房间，殊不知丹弗斯早就在里面布下天罗地网。当女主进去后，丹弗斯冷笑，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丽贝卡的圣诞礼物。他一年到头老给丽贝卡送贵重玩意儿。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算什么东西，连一件礼物都没有。镜头扫过梳妆台积灰的香水瓶，这里的时间永远停在女主人溺亡那天。接着管家开始絮叨丽贝卡的过去，每句话都像刀子扎得女主心凉半截。丽贝卡这女人死了还像个鬼魂，盘踞在曼德利庄园，盘踞在每个人的心头。等女主哭着跑出房间，丹弗斯这局已经赢麻了。此刻观众才惊觉，所谓亡妻幽灵，不过是活人精心养护的执念。女主又开始盯着丽贝卡的旧信发呆，
最后把丹弗斯叫来，并让他把这些东西全扔了。丽贝卡是过去，我才是现在的德温特太太。丹弗斯嘴上应着，他冷笑的表情说明一切。你烧得掉信纸，烧不掉那记忆。这时德温特正好从伦敦回来，女主想搞点花样，提议办个化妆舞会宴请宾客，还打算自己设计衣服给他个惊喜。他画了一堆草图，没一个满意的。丹弗斯这时冒出来，笑得像个老狐狸，并让他去顶楼看看德温特喜欢的画，找找灵感。女主没多想就去了。丹弗斯又补一句，德温特最喜欢那幅画里华丽的裙子。丹弗斯指着画像里华服时脸上褶子都在发光，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踩中陷阱的狂喜。舞会当晚的死亡阶梯堪称影史经典作死现场。当女主穿着丽贝卡同款长裙亮相，旋转楼梯秒变断头台，德温特那句你他妈在扮演谁？这是我亡妻最喜欢的长裙，我不想再看到，快脱了。这段话直接把婚姻炸成废墟。丈夫瞳孔地震的表情比见鬼还惊悚。前任的裙子不是布料，是裹尸布，现任穿上就是行走的棺材。丈夫不是厌恶替身穿了原版礼服，而是恐惧往事重演。这场婚姻战争没有赢家，活人永远在和空气挥拳，毕竟谁能打败一个被美化的鬼魂？再说个恐怖故事。此刻可能有2000万人正在前任的社交动态里考古，别笑，说的就是你。而丹弗斯这女人彻底疯了，她对丽贝卡的迷恋已经病态，压根儿接受不了德温特再娶。丹弗斯开窗劝女主跳海，堪称死亡教学。他先制造高空环境，再激活女主的情绪低谷，最后用你活着也没意思完成洗脑。女主真被逼到边缘。就在他要跳下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海难炮响竟然意外救了女主。这恰恰证明，当婚姻触礁时，该做的不是跳海，而是要炸了这艘幽灵船。谁知水手竟在这个海难船内发现了丽贝卡的尸体。丽贝卡不是溺亡，早就下葬了。这下把观众都搞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女主推开海边小屋锈蚀的铁门时，她不会想到德温特藏在海风里的秘密远比丽贝卡腐烂的尸体更触目惊心。原来丽贝卡是他亲手杀的，尸体也是他亲手放进那艘船的。本来沉到海底了，谁知重新浮出了水面。女主听到这儿，整个人都傻了。她一直以为德温特爱丽贝卡，爱得死去活来。毕竟丽贝卡是谁啊？长得漂亮，人见人爱，简直是人生赢家模板。女主呢，嫁给德温特之后，反而活得更小心翼翼，怕说错话，怕做错事，生怕自己配不上他，连影子都恨不得缩成一团。当德温特说出你以为我爱过丽贝卡，我恨他时，女主的世界观被砸了个稀巴烂。要知道，这位活在众人记忆里的完美妻子，可是集玛丽苏光环于一身。她是上流社会的宠儿，沙龙聚会的焦点，连仆人都对她念念不忘。但真相永远藏在完美假面之下。这个让全英格兰称羡的模范妻子，私下竟是靠着肉体操控人心的魔鬼。丽贝卡早在他们蜜月第4天就对德温特摊牌，以后他们表面上装恩爱夫妻，私下要各玩各的。表面上他会演一个贤妻良母，管好德温特的曼德利庄园，把它搞成全英格兰最风光的地儿。背地里他要找好多男人，这样多好玩多刺激。女主听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丽贝卡居然是这种人。丽贝卡虽然是个淫荡的女人，但德温特为了贵族家族的荣誉又不能和她离婚。丽贝卡最绝的还不是偷情，是她把整个庄园变成大型沉浸式剧场。白天她是让全英国贵妇嫉妒的模范妻子，夜里却在海边小屋开午夜狂欢场。家里那些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的仆人全被他勾搭过，连女管家都被他引诱，甚至连他表哥都没逃过他的手。丽贝卡越来越放肆，德温特忍到最后终于爆发了。那天他冲到海边小屋想抓他个现行，结果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丽贝卡直接对丈夫摊牌，我怀孕了，但孩子爹可能是管家的，马夫的或我表哥的，并且这个孩子将会以德温特儿子的名义被生下抚养成人，将来继承他的曼德利庄园。他丽贝卡可是完美的妻子，将来还会是完美的母亲，没人会知道真相。德温特当时脑子一热，可能真动手了。
丽贝卡没躲，就那么盯着他，眼神里全是胜利的味道。可他又朝德温特迈了一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下去。等德温特回过神，他已经倒在地上，脑袋撞上了一块重家伙。德温特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发现他没气了。更讽刺的是，丽贝卡临死还在笑。她早把婚姻变成斗兽场，用死亡完成对丈夫最狠的报复。德温特慌了，他不敢声张，偷偷把尸体藏进船舱，沉了下去。后来他还找了具无名女尸，戴上丽贝卡的婚戒，冒充丽贝卡草草埋了，用一场全民围观的葬礼把谋杀案包装成凄美爱情故事。女主听完这些，脑子乱成一锅粥。德温特不爱丽贝卡，他该高兴，可丽贝卡的死还有这男人冷血的一面，又让他毛骨悚然。他看着眼前的德温特，突然觉得自己爱上的到底是个啥？故事的高潮从警局那通电话开始。警长冷不丁打给德温特，问他：“你确定你埋葬的那具尸体是你老婆丽贝卡吗？”德温特一愣，估计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接下来还有一波例行传讯等着他。当丈夫承认从未爱过丽贝卡，女主眼里突然亮起的光比曼德利的吊灯还刺眼。反倒是德温特接完电话后，那个永远西装笔挺的庄园主人，此刻领带勒得他像条丧家犬。但是到了警局，警方却怀疑丽贝卡是自杀的。毕竟一个女人死得那么安静，嘴角还挂着笑，怎么看都不像意外，所以直接放德温特离开了。可刚出警局，丽贝卡的表哥杰克蹦了出来，直接上了德温特的车。这家伙手里攥着一张纸条，这是丽贝卡生前写给他的，上头说他去看过医生，有大事要告诉他。杰克脑洞大开，认定丽贝卡怀孕了，而且孩子不是德温特的，所以德温特一怒之下把他干掉了。杰克拿这纸条威胁德温特，想敲一笔好处费，结果德温特不吃这套，直接把警长叫了过来。杰克急了，指着德温特鼻子喊：“你谋杀了丽贝卡！”他说纸条证明丽贝卡怀孕。德温特发现真相后动了杀心。警长一听，觉得这事得查清楚，就把管家丹弗斯叫来问话。丹弗斯这女人平时冷得像块冰，但她还真知道丽贝卡看过的医生地址。一行人马不停蹄赶了过去，结果医生一句话把所有猜测砸了个稀碎。丽贝卡没怀孕，她是得了绝症，活不了多久了。这下德温特傻眼了，原来丽贝卡死前那抹笑不是因为她赢了，而是因为她算好了这一出大戏。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还知道德温特发现真相后会崩溃。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死把他困在愧疚和恐惧里，死了都不放过他。这女人心机深得能淹死人。德温特开车回曼德利庄园的路上，估计脑子里全是丽贝卡那张笑脸，像个甩不掉的噩梦。而女主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看起来柔弱的让人想给她盖条毯子。可就在这时，管家丹弗斯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根烛台，眼神阴得能滴水。他慢慢靠近女主，那画面让人头皮发麻。德温特还在路上，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天边亮了。远处曼德利庄园火光冲天，像个巨大的火把照亮了夜空。他猛踩油门冲回去，心里估计已经凉了半截。庄园烧得噼啪作响，蜥蜴整个塌了。德温特疯了一样找女主，可到处都看不到人。他喊着她的名字，嗓子都哑了。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女主出现了。他灰头土脸地跑过来，扑进他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丹弗斯疯了，他宁可毁了曼德利，也不让我们在这儿过好日子。”这时候你才明白，丹弗斯才是真正的狠角色。他对丽贝卡的忠诚到了变态的地步，宁可一把火烧了庄园，也不让德温特和女主在这儿幸福。他不是在报复，他是在祭奠，用火焰给丽贝卡陪葬。当真相揭开，最疯癫的竟不是凶手，而是那个活在丽贝卡幻梦中的女人。德温特抱着女主，看着火光里的曼德利，心里估计五味杂陈。这场戏，丽贝卡死了都还在导演，丹弗斯亲手点了火，而他和女主只是这场阴谋里的俩可怜虫。所以啊，这故事告诉大家，爱情这东西有时候比鬼片还吓人。你以为你摆脱了过去，结果它化成灰都能飘回来扇你一巴掌。丽贝卡这女人活着是女王，死了是噩梦，牛的让人服气。
德温特和女主他们能活着抱在一起，已经是烧高香了。至于曼德利庄园，烧了就烧了吧，反正住着也不安心，你说呢？